你给我爹的。是。军医说，这是虎狼之药，先救人性命，再让人丧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给我爹饮鸩止渴，到底是何居心？秋姐，这个唯有咱们谢氏嫡系才能见的秘药，有回阳救逆之功效。你把它带在身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有。你骗我！药确实是我给的。如果你想报仇，现在就可以取我性命。这就是你的解释吗？谢燕来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动手了。烈焰中咆哮，把恨一烧出火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向人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。浮游于怒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需路遥。留一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现在，你我两不相欠。孔雀不出暗角，只为人笑。纷纷扰扰，人间惊鸿把你照照。星火在缝隙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火晓。
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向深渊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鱼肚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也信我道。无趣路遥，流言生于浮躁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阿九，你说人死之前会想什么？未说完的话，未赴的约，或者未了结的心愿。我阿爹的心愿会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真的想知道，那就等他醒来，你亲自问他。不要再这样的折磨自己了。阿哲，你现在这样一副做错事的样子，你阿爹他不会喜欢的。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才让我又走到了这个结局？我明明做了那么多努力，我明明什么都尝试过了，为什么我阿爹还是要离开我？阿哲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还能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我还能做什么才能救我阿爹？味道还是淡了些。你阿爹吃不得猪鱼饭，他现在的身子受不住。葛大婶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我是你阿爹的故人，来送他最后一程。你到底是谁？故人？什么样的故人，会连阿爹借口什么都记得？他的身手不似寻常山匪。望城之战时，
他是双刀的手法不一般。苍木寨匪首木棉红，善使双弯刀，天书初年被我阿爹率兵清剿，跳崖自尽。难道他就是木棉红？玉。宪兵符。这是边军惯用捆绑犯人的手法，难道出内贼了？我们是望城信兵，山匪穿了我们的衣服，往北曹镇那边的驿站去了。北曹镇驿站直通云中军。看姑娘举止仪态，不似寻常人家，为何会沦落至此？他娘疼我，说想让我看着金贵些，日后找婆家也能少受点委屈。啊，这荒郊野岭的，可不是姑娘家能来的。若遇草寇，您身上的信报比我值钱。夜路崎岖，你又孤身一人，若遇歹人，怕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当真出个意外差池，后悔可来不及。你也是女人，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说话时，头部无突出，桡骨角度平缓，锁子甲肩胛下垂3寸，说明肩部窄于正常男兵。膝盖垂直内收，落地时足尖先触地，而非全脚掌，是女子避免裙摆沾尘的下意识动作。破绽不在于伪装，而在于习惯。婶子，你的样貌伪装得很好，但长久以来的动作习惯却骗不了人。你早就知道我们不是信兵。我从小在军营长大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士兵。而且，你们的种种行为不像是信兵，倒像草寇。既然你已经识破，为何还要跟我们走？婶子不也一样吗？丽娘的那句至死不悔，到底还是露了破绽。你早就看穿了，不也还是让我跟着吗？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？哎呀，是个聪明丫头，可惜了，聪明人都活不长久。怎么，婶子还想杀我？在驿站，我确实看穿你和那个女人在演戏，但我还是带上了你，因为我想看看你费尽心思演这一出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。
我们是仓木寨的人。我们也怀疑是有人泄露了军报，所以才找上宪兵，是想找到这朝堂之中谁在勾结庶民，威胁云中君。仓木寨向来神秘，鲜有人知，而且从不过问朝堂之事。你们为何要管这闲事？我听闻当年楚将军剿匪，杀了你们的先寨主木棉红，你们不恨他吗？为何还要帮他？我们虽是一介山匪，但家国与私怨孰轻孰重，我们还是知道。楚大将军驻守边郡20年，守护大楚平安。若被朝廷中人勾结朔漠，因私加害，大楚危矣。又何况这小小的仓木寨？实不相瞒，我是楚灵的女儿。听闻父亲病重，着急赶往云中郡，不料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，不得已才乔装，随信兵出行。二位若遇到麻烦需暂避的话，可要随我上仓木寨。玉，哎呦，周姨，你是打点啊，还是住店呢？今日可有女子去往云中郡？商队确实是不少，女子也有。不知爷您说的是哪位啊？哎呦，哎呦呦！一个偷了家中财物跑出来的丫鬟，细皮嫩肉，不像吃过苦的。这荒道上行走，这个丫鬟都少见，你更别说这种细皮嫩肉的这。没见过。撒谎！见过。月巡弄，他到底在哪儿？容小的好好想想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有这么个人儿，他前2天在这暂住，说是去云中郡探亲，后来就跟着一队新兵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但是我知道他娘亲的下落。娘亲？对对对，他娘亲雇了个马车送自己回咸阳老家了，就在往北3里地那个车马行雇的。玉，你给我回来！我不，这位军爷，您这是骗了我那么多的钱，前几日可有个叫阿福的姑娘来过这儿？军爷说的是什么话呀？咱们这儿的姑娘这么多，哪能记得住名字啊？别装傻！他花钱雇你演戏，然后跟着新兵走了，是不是？是，他骗过那几个新兵往云中郡方向去。很好，连老天爷都想让你死。这片林子处处透露着古怪，机关陷阱不下100余。倘若这只是一个贼窝，未免也过于隆重了。他们真的可信吗？我不确定。不确定你非要来这儿？葛大神所言非虚，与我知晓的旧事印证无差。看来仓木寨与我父亲当年，并非如外界传言那般势同水火。铁鹰并非愚钝之人，我那点障眼法，至多再拖半日。眼下敌众我寡，硬拼非上策，不如暂借仓木寨栖身，待探清虚实，再议后继不迟。所以，你还是在赌？有你在，我才敢赌啊！
大姐回来了，大姐回来了，大姐回来了，大姐，来，大姐，大姐，听我吧，大姐，哥哥，三儿，哎，见客来了。呀，这是我弟弟，仓木寨寨主葛老三。见过寨主。小曼，坐。你怎么还带俩人回来？接贵宝弟避个难。避个难。那二位怎么称呼？他叫阿九，我叫阿福。阿福啊，好名字啊，听着就有福气啊。葛大婶，有件事情我想问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别担心。刚才一路进来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名为仓木寨，藏身在这仓木林。山下有句俗话，进了仓木腹，哪有回头路？这林子又大又深，是个天然的堡垒，再加上那些机关陷阱，竹林搭天网，藤蔓缠地锁，生人闯不进，野兽绕道走。在这儿，保管比外面安全。那如此隐秘的宝地，大婶就这么放心带我们进来，就不怕？仓木寨看人最重眼缘，既信了你，便不会怀疑。小曼，先带他们去安置，等外头安全些，你们再上路也不迟。多谢大婶，给寨主添麻烦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来，这边请。那个好好休息啊。姐，她这头领，这头领，玉，这头领，不好了，我们要追的新兵队和长公主，全部在仓木寨方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跟去的兄弟，全部丧命在了仓木寨山匪手里。仓木寨，我答应过世子，我一定会把楚昭的人头给他带回去。全体听令，加快速度，向仓木林进发，一个活口都不要留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帮山匪余孽有什么能耐护得住他。撤！他们让你休息，你可倒好，直接搜刮到人家的武器库来了。仓木林大，虽然他们表面上对我们和善，但不探查一番，你我如何真能放下心来？我竟不知你初入江湖，心思倒比我稳重。哎，你来看这个，小心。机括改装了7处，增加了2丈的射程，却减少了后坐力。这是边军对战朔漠的时候用过的改装弓弩。你怎么知道？当年我在军营替老头改装了200多把这样的弩。木棉红毕竟是被我阿爹所杀，他的寨子里不应该有边军的武器。不止，我在寻你的时候，救下了被葛大婶劫持的新兵，他们给他绑了绳结，也是边军常用的打法。你的意思是？或许老头当年并不是为了剿匪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阿爹他？你们等我一会儿。马上有人。
上一世，安平之乱发生在25日后，我和萧玄下月初8的大婚。当日，若婚礼办不成，太子和三皇子是否就不会一起毙命？安平之乱也就不会发生。加一个，这个节奏一定要记住啊！快点，快点！打！是他。傅九，怎么还未回边郡？在下奉将军之命，护送娘子的嫁妆。待礼成之后，自然会回边郡。那你可否带我离开？现在就走。在下只听将军之命。可是，遇到什么麻烦？不是。在下暂居驿馆，若真的有事，可随时来找我。娘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世子待您那样好，聘礼堆了满院，婚期也近在眼前，怎么突然要走啊？若是想念将军，我们可以给他写信啊。我得回去，我要回去见我阿爹。我身边到处都是萧玄的眼线，要想办法离开楚都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重蹈覆辙。谢燕来化名傅九，现为楚家舍人，已经到了楚都。我这个弟弟倒是越发出息了，竟成了楚灵将军的亲信，为他掌上明珠送嫁。楚灵又怎样？在我高阳谢氏100年大族面前，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卫将军。公子长姐乃当朝太子妃，又生了个小皇孙，往后这朝中势力……休要放肆！我谢家祖上虽有幸出了几位宰辅，但始终游离在楚都权贵之外。5年前我称病告假，回高阳老宅，也是为了让陛下宽心。你倒好，在我身边这么久，还没学会谨言慎行。是属下失言，公子恕罪。我只是担心，谢燕来在楚灵身边待得太久，会对公子您生了二心。5年没有好好管教，兽爪与獠牙难免要露出来。待他回来，拔了牙，断了掌，便也就乖了。我养的狗，绝不会叛主。倒是这位萧世子，大婚在即，我们倒是可以去讨杯酒水喝。世子，燕县来报，谢艳芳正在整顿车马，看起来打算出门。谢艳芳自5年前便称病告假，一直待在高阳。高阳离楚都很近，他打的便是随时可以回楚都的主意。当年楚灵被贬关外，谢家摘桃子摘得顺手，3公6卿之中安插了不少自己人。如今见太子和3皇子鹬蚌相争，莫非也想来学咱们当渔翁？想当渔翁，哪有那么好意？这铁英啊，我心中有一事不明。你说，阿昭他为何会对我态度骤变？是不是旁人走漏了什么风声？
让他知道了什么？属下对世子忠心不二，绝无背叛。罢了，你起来吧。我相信你对我的忠心。本既出此变故，我们的计划便不能再当了。明日便借三皇子之手除掉太子，太子薨逝，三皇子必反。届时我再扶危定乱。只是阿昭会是个变数，恐怕夜长梦多呀。阿乐，发生什么了？听说三皇子谋害太子，起兵造反了。宫变分明在下月初8大婚当日，为何会提前发生？世子有令，保护楚娘子，请两位待在楚园，不得外出。阿寻呢？世子有令，保护楚娘子，请两位待在楚园。果然和安平之乱一时分毫不差。启兄楚兰，安平元年，镇杀皇长孙。娘子，怎么了？快跑吧！阿乐，去驿站找傅九，带他来找我。那您呢？我去救皇长孙。娘子，现在保命要紧，哪还顾得上什么皇长孙啊？若皇长孙真的死于伯父之手，秋后算账，楚家一个都逃不了。阿乐，快去，快去啊！好。假如上一世确实是伯父杀了皇长孙，那他在哪，皇长孙就在哪。原来杀小皇孙的，竟当真是伯父。看来他早就被萧训收买了。所以毒杀太子，缉拿三皇子，谋害小皇孙的都是萧训。他才是安平之乱的始作俑者。殿下，大军已集结，只待您一声号令，带一队死士到太子府，屠干净，一个活口都别留。臣领命。带我们的人马闯进皇城，这江山便要换个人做。三皇子毒杀太子，屠戮东宫，谋害先帝，结党叛乱，论罪，当诛。殿下放心，这江山我会替你好好做着的。别怕，我是楚昭，魏将军楚灵之女，你们跟我走。你住口！萧训屠尽东宫罪大恶极，你是他的世子妃，定与其沆瀣一气，休有在这里装模作样。我虽与萧玄有婚约，但我楚家只忠君。你们在生死关头来到楚园，定然也是相信这一点的，对吗？陛下吩咐老奴护好皇长孙，如遇危难，就到楚园来找楚兰。如今，楚先生呢？伯父身体不适，晕倒前让我立即来带你们走。我的父亲楚灵是陛下最信任的人，如今楚员外有萧巡爪牙窥伺，内无坚甲利兵，若是坐以待毙，只能对逆贼摇尾乞怜。此时若突围，才有一线生机。如今，楚园都不安全了。
傅公子，朱昭何在？娘子说去救皇长孙，可这园里怎么都找不到他人，定是往外逃了。所有人随我来，寻朱昭。我也去。你留在这里，我带不动为准。我严令，半个时辰后，你安排人把这个放了。走。殿下放心，我父亲派了一队人马来送驾，我已通知他们来救我们。阿乐，你一定要找到阿九。当年楚灵为国组建龙威军，焰火为号，只有火焰令能够调动。他向孤承诺，只要龙威军在，孤绝不会陷入险境。他食言了，他食言了。世子妃为何不安心待在楚园？城中大乱，我实在是害怕，想出去找阿寻。途中正好遇见小殿下，铁英你来的正好，同我一起送小殿下回宫吧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这就让人送世子妃回楚园，将小殿下交给我便好。 小殿下一时害怕离不开我，阿寻呢？不然我们先在这里等他。请世子妃立即将小殿下交给我。请世子妃交出小殿下。
我现在才来。楚昭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回云中郡。撤！等等，我收到的军命里没有等。将军只是让我将你活着带回云中郡。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不送我回宫找皇爷爷了吗？谢艳芳是你什么人？回答我。谢艳芳是你什么人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她是太子遗孤萧雨，是当今陛下唯一的皇嗣。傅九，我命你保护小殿下。我只遵守军令，但不是你的命令。王小大人马过来了。做什么？我只是奉命带你走，其他人我管不着。那小殿下，若这小孩真的是天命所归，那他怎么样都不会死；但若不是，也不用枉费性命救他。你们留在这里保护他。是。姐姐。上一世，阿九也是这样带我逃离楚都。停下，放我下去！我要去找阿玄。我奉将军之命，要将你安全的带回云中郡。我奉将军之命，要将你安全的带回云中郡。撤！不能让萧薰坐上皇位。楚昭，你不想活了？我得回去救小殿下。不可能！走。傅九，你得保我。随我一起进宫护驾。是。人越来越多了，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会死在你前面的。他来了，传我令，搜捕全城，凡与皇长孙相似者，
各杀无论。其余人等，随我一起杀入皇城。上！敢问，是谁释放的火焰令？我放的。我们龙卫军自成立开始，到现在已经有10几年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火焰令。所以我父亲，不仅是边军的将领，还是这支神秘队伍的统帅。做打算。我这个弟弟从小就很能忍耐啊，如今他倒是也忍不下去了。你说我这个皇位该怎么传才好啊？陛下心中继承大统的人选是萧南王，还是世子？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你最知姑的心意。去吧，依诏。是。我们这样硬碰硬，胜算有几何？城门被破是早晚的事情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萧勋若是入城，头一个要杀的就是小殿下。
第二个要杀的，就是你吧？刚刚冲进去的那个人，难道是？撞门！知道了。总要试一试。好。君命为凭，死守城门，至死不退。联络做成你，阿九，保重。为师，这株才是死！你要给我死在城门下！萧巡这私奸恶毒至此，整个东宫都被屠了，一个活口都没留下。太子妃和小皇孙也……只有刀和血，才是最真实的。这大楚的天下，唯独萧巡做不得。杜切，集结兵马，随我进京。世子，属下无能。是我大意了，低估了楚灵的本事。是世子妃带走了小皇孙。阿昭，你果然是知道了什么。未得陛下召唤，擅闯者死！我乃云中郡卫将军楚灵之女楚昭，护送小殿下回宫，求见陛下。邓毅，楚娘子认识我？少爷视你贵为太傅，是萧巡最为信誉之人，我怎么可能不认识？如今看，邓毅必然参与了萧巡的谋逆。我与邓大人曾有过一面之缘。臣邓毅见过小殿下。陛下龙体抱恙，不便召见二位。邓大人这笔偏得厉害啊！楚娘子夜闯进宫，是想让下官添笔处事谋逆。萧巡许了你什么？酒席，还是从龙守宫？
如今太子遗孤在此，邓大人觉得是保个叛党继位的从龙守宫名头好听，还是辅佐幼主的中兴元勋更青史留名？大人以为萧世子登基后会留一个知道他挑起皇子争斗、逼宫夺位的史官，但若是小皇孙登基，大人便是从龙元勋位极人臣，这史册里的每一笔都由您说了算。臣邓毅，请楚娘子代小殿下面圣。小殿下，姐姐，我叫阿雨。好，阿雨，自此刻开始，你我性命休戚相关，生死与共。我父亲是陛下最信任的人，而我愿意成为你最信任的人。姐姐永远都是我最信任的人。陛下，楚灵之女楚昭护送皇长孙殿下回来了。云中郡卫将军楚灵之女楚昭叩见陛下。你倒是和你父亲一样胆大包天，目张法。陛下，夜闯深宫，实非臣女所愿。其常是带着小殿下来我家避险，恰逢我父亲派人回京，危急关头，为保大楚江山社稷，动用了龙卫军，才能成功护送小殿下平安回宫。起来吧。皇祖父，我把这孩子送出去是为了保全他，可是你现在又把他送回这危险之地，你是什么用心？陛下，萧南王世子萧询设局谋害太子与三皇子，追杀皇长孙，还对陛下心存谋逆。臣女虽与其定下婚约，却断看不得此等逆贼犯上作乱。太医，阿宇别怕，你皇祖父不会有事的。若是陛下现在驾崩，非但我阻不了萧询，定会被他诬我闯宫弑君。那这一世，岂不是又要前功尽弃？撑不住了，快带楚娘子走啊！你有进军令牌，他们不会拦你的。你们顶住！你都看见了，
到天亮，故意拟好了传位诏书。明日天亮，萧巡就是大楚新的国君。邓毅会把你们安全的送出去。陛下，你真的要将这大好江山送给萧南王父子吗？一个6岁的孩子能坐稳江山吗？罢了，事已至此，只要江山还在萧氏子孙的手里，就可以去见列祖列宗了。可是陛下，小皇孙若是去了边郡，我父亲又该如何应对？难道为了保他，要裂土封疆，与新帝对抗吗？你父亲手下的20万边军不要参与此事，只要有遍布各地的龙威军就行了，足以保证他的安全。陛下，无论我父亲是否愿意，他都会与新帝成对抗之势。陛下既然相信我父亲能在边郡护住小皇孙的平安，那为什么不相信他能够保小殿下坐稳这江山呢？你父亲最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就是替孤守住江山。你倒是提醒孤一件事情。如果萧玄执意要娶你，你父亲不会与他为敌，那20万边军就成了隐患。如此说来，朕也留不得你。我受君命所托，谁杀楚昭，我便杀了谁。大胆！你竟敢犯上作乱，不怕诛你的九族吗？求之不得。两边一起死！阿九，陛下，请让我做小殿下的姐姐。大楚的镇国长公主。